老子堂堂985古汉语文学博士，穿越大钱参与科举，呕心沥血写了篇治国策，本以为能一飞冲天，却被首辅项崇文之子项明彦给抄了，还污蔑老子舞弊。沈有川，你要是还有点良心的话，你就把你爹托我供出来，别牵连我们这些无辜之人。他们就是我舞弊案牵连的官员。他还指望他们保他呢，怎么可能说出来？我呸！我呸！别呸了，各位大人，你们想啊，我沈由川身无分文，我哪来的钱去贿赂考官，去预录项明彦的策论啊？我是被冤枉的呀！什么？那这么说，是项明彦抄的你？对，项崇文这个老贼，他害你就算了，还坑我们！项崇文这个王八蛋！不是，对，我们还只是受到牵连，而你，项崇文现在执掌半壁朝堂，为了自己的儿子，肯定会杀你灭口，你死定了！对，不对，妈的，权贵没一个好东西，必须得想办法自救。唯一庆幸的是，前世翻遍史料，见多了科举舞弊，考卷上留了后手。只要给我申冤的机会，我定能逆风翻盘。怕就怕直接给我拉出去斩了。沈由川，拉出去斩了。提审，机会来了。哎呀，这个项老贼心狠手辣，是绝对不会给他儿子留丝毫隐患，必定要斩草除根呐！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这小姐姐谁呀？看样子来头挺大的。吴越，新帝的亲妹妹，长公主南宫越。你就是抄袭项明彦的沈由川？非也，小姐姐，这治国策乃是学生所述，并非抄袭啊！放肆！堂堂首辅之子，怎会抄袭你？那谁知道了？小姐姐，我申请与那项明彦御前对质，要是不能自证清白，我甘受极刑。一个寒门世子，竟敢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勇气可嘉。希望你真有那个本事。陛下有旨，带沈由川和项明彦上朝，御前对质。御前对质？这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，项崇文兼任太子太师，万一他有偏袒，我岂不是必死无疑？怎么，你怕了？不对，皇帝若真偏袒项崇文，有的是办法让我认罪服诛，根本就不用御前对质。可如今亲审此案，说明他不信任项崇文。历朝历代新帝登基厌恶老臣的案例数不胜，我还有机会。不怕，我就是没想到，都惊动陛下他老人家了。他老人家日理万机的，我受惊而受宠若惊了。你倒是会说话。公主，我看他的样子似乎很有把握，难道真的是项明彦抄他的？项明彦跟您可是有婚约的，若是……我才没有答应他的婚约，本宫的婚事要自己做主。他若真敢舞弊，本宫正好踹了他。带走。陛下，沈由川治国策与项明彦字句雷同，抄袭一事证据确凿，这些关陇士族却要奏请陛下亲审，不体圣监，此心当诛。陛下，沈由川一介寒门弟子，孤身进军来考，无权无势，如何科举舞弊？如何打通关桥？江南士族这么着急定罪，恐怕这其中必有隐情吧？庄大人的意思是，老夫堂堂首辅，污蔑一个寒门士子。相国老误会了。闻声显灵，已确定是相国策所引发，其作者必定是绝世大胆，绝不能弄错。严阁老所言甚是，这沈由川是科举舞弊，还是受人栽赃陷害？妄下结论，未免有些为时过早吧？到底是老夫栽赃沈由川，还是有人想给五儿戴上舞弊的帽子，顺带铲除老夫？够了！江南关陇两派，天天就知道抄，眼里还有没有朕？要不这个皇帝你们来当？不敢。那就给朕闭嘴！闻声显灵，事关重大，
若杀错大才，必定损我大前文脉。故朕召沈游川御前对质，任何人休得在意。陛下圣明。臣遵旨。遵旨。沈游川带到。皇兄，人带来了。皇兄，人带来了。学生沈游川，参见陛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抬起头来。这些时日，我已经将治国策背得滚瓜烂熟，遣词用典都研究得十分透彻，只有一小处典故未能查到，但应该没事，只要能和沈游川辩论，不分伯仲，弄个糊涂账，父亲自会想想办法坐实他的罪名。沈游川，分明是你抄了我的策论，陛下仁德，御前对质，乃是给你机会，我劝你早日认罪，免得牵连久罪。你爹娘在家乡已被下狱，你若早日认罪，圣上或许会饶恕他。老子科考前刚穿越回来，沈游川的九族关我屁事。老子拼死一搏，他们还有活路。要是认罪，那才是九族消消乐。我要是在这儿栽了跟头没了命，说不定还能回到有手机、有电脑、有短剧的现代，比在这儿替人背黑锅强。臭不要脸的，我问你，治国策中曾引用“斯时也，日月昭朗，风雨时若，百姓耕田而食，凿井而饮，不知有瞌睡之苦，不闻有兵革之扰”。这典故出自何处？果然，整个治国策所有典故全都知晓，只有此句。我寻遍翰林院和集贤馆的典籍，均无记载，甚至一众饱学鸿儒也未曾见过。十九八九是他根据民间见闻随手写过，并无典故。这话从未见过，究竟出自何处？诸位可曾知晓？这我也不曾知晓啊，我也不知道。这话确实冷门，我都没听过。公主，我读书少，我更没听过。满朝文武不知道，肯定没有典故。哼，此乃是我早年游历，偶然听到一小吏所述，便写入文中，并无典故。毕竟文章至道，但求义理通达，未必要字字有据吧？你笑什么？我猜你就会这么说。你确定没有典故？难道这句话真有典故？不可能！我不信一个寒门子弟读的书比我多，肯定在装神弄鬼诈我。我确定。陛下，此典故出自我家乡的县志《万州县志》第9册《治民论》，记载了前朝万州知县黄世安的治州经验。而向明彦出生于京都，却说并无典故，可见这治国策根本就并非他所作。你胡说！这句话分明就是你个头啊！陛下若是不信，可以派人调取万州县志一查便知。要是没有，我头给你啊！难道真有这个典故？那向明彦可说不清楚了。要这么说，这沈游川真是抄袭的。我看有可能，毕竟沈游川一介寒门，怎么可能抄到向明彦的考卷？公主，看来这个人真要翻盘我。有点本事，并非虚张声势的草包。大学士何在？臣在。沈游川所言是否属实？陛下，此地方县志过于生僻，臣也不知，还需派人前往万州县取来核对。来人，朕命你2人亲自前往万州县调取县志，速去速回。遵旨。向明彦，若这典故真出自万州县志，陛下，即便此句出自万州县志，也未必能说明什么。这些年来，犬子游历四方，或许当初告知此事的小吏看过县志，但谈起此事并未告知出处，故犬子不知亦属正常。妈，这老东西真会开脱。没错，陛下，学生早年游历，也曾在万州县小住，此事县令可以作证。既是小吏告知，为何要让县令作证？向明彦，万州县城的那个小吏姓甚名谁？可好让侍卫一同带回来？就一个小吏而已，随便聊了两句，我哪知道他叫什么？哼，那就是没有人证了。喂，陛下，沈游川能说出文章出处，而向明彦言辞恍惚，
必有蹊跷，请陛下明察。严大人，一个典故说不清楚，就要给五儿扣上舞弊重罪，这构陷之意是不是太明显了？相公老，我只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行了，左爱卿，你是龙图阁大学士兼国子监大祭酒，本朝文坛领袖，说说你的建议。陛下，臣以为，既然二人各执一词，不妨由陛下亲自命题，让二人当场写一篇策论，比试一番。这样一来，谁有真才实学，谁又是抄袭剽窃，一试便知。真金不怕火炼，既如此，朕就当场命题。你二人可有意见？学生没有意见。陛下，他没意见，我就没意见。沈游川能写出《治国策》这样的佳论，必定有偶然的成分。换个题材，哼，本公子未必怕他，只要争个不分伯仲，父亲肯定能弄死这个寒门蝼蚁。好，但出什么考题呢？报，陛下，女真使臣完颜洪烈到。陛下未曾召见，竟敢直接上殿。完颜洪烈，你们女真是想造反不成？女真使臣完颜洪烈见过皇帝，此次奉首领完颜阿骨之命，愿向大前献上降表，永止兵戈，只求大前能将中辽之地赐予我们女真，安置部众。放肆！陛下，女真这些年掠夺我辽东数城，今日名为请降，实为蚕食，这是要割据我辽东，拥兵自立。请陛下发兵征讨辽东，维护朝廷尊严。请陛下发兵征讨辽东，维护朝廷尊严。万万不可！暂时一起生灵涂炭，辽东乃弹丸之地，以此换我大前百年安宁，何乐而不为？还请陛下停止兵戈，与民生息。请陛下停止兵戈，与民相息。陛下，女真部落狼子野心，今日给了辽东，明天定会登兵的上元，所要燕云重镇，绝不可孤心养奸。女真部落不过区区数十万人，如何吃得了那么多地方？我看严大人简直是奇人用天。相公老，你是舍不得江南士族的赋税的。哼，严大人掌管兵工两部，这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，我看你关陇士族是不是又得赚得盆满钵满呢？够了！还有外人在，成何体统？大前滚滚诸公不过如此。大胆，放肆实在是无礼。陛下，首领说了，要么答应我们的请求，双方交好，永无刀兵；要么，哼，中原如此富饶，万一我们女真哪天忍不住挥兵南下，放肆！我们敢！臣在驿馆等待陛下答复。混账东西！其朕太甚！陛下息怒！息怒！就知道让朕息怒！朝廷养你们有什么用？朕要的是对策！臣皇口为皇口。皇兄，辽东一事复杂难断，需从长计议。要么正好以此为题，让他们二人写一篇策论，一来为文武百官抛砖引玉，二来看看二人水平如何，两全其美。昨天恰好看过翰林仲学士关于辽东的策论，写这个，我绝不可能输给沈游川。爹，您这是？女真族使者将至，想以请降的名义向朝廷索要辽东。那不是好事吗？这些年跟女真作战，以致咱们江南税赋连年增加，各大世家苦不堪言，直接把辽东给了，以后咱们也消停点了。可是关陇士族未必愿意放弃这个趁机捞钱的机会，因此我让翰林仲学士准备写份策论，递交圣上，停戈止兵。你入室在即，正好学学。陛下，学生对辽东局势颇有研究，愿意一试。沈游川，你呢？关于辽东的策论，前世苏洵曾借战国时期六国戮亡而秦的历史作《六国论》，讽喻北宋对辽西夏屈辱求和之事，立论精辟，气势雄劲，被誉为千古第一论。这与江南士族对女真的态度何其相似，绝对能碾压项明彦。沈游川，你若是困难，就现在认罪。
我可以求陛下对你从轻发落。向明艳，你要是困难，就现在认罪，我可以求陛下从轻发落。那就开始吧。来人，自笔墨。六国论这种雄论，提笔就来，有点太假了。得假装思考一番。其构见是无卧薪尝胆，终负国仇，安出和亲，文景之治，乃续战力。如今议和，并非去袭，施养民之力，续国之子。向明艳此文直切要害，不愧是我大秦的后起之秀啊！倒是某些人到现在还未提笔，谁抄谁的，一目了然了吧？嘘，构思呢？再说话打个屁股！你按时完成即可，其他人不得随意指摘，影响考生发挥。臣遵旨。系管仲不思小节，而成九合之功，争取赞取匈奴，中通西域。福望陛下效汉高白登之志，弃匹夫之友，行圣王之道。哼！向明艳思路清晰，文笔流畅，也深知陛下向来推崇汉初朱棣。他这么一等，陛下可能会西至兵戈，答应了女之的请求。陛下，学生已经写完了。向明艳此文言辞恳切，句句在理，实属上乘。如此才华，断不可能抄袭，还请陛下明断。请陛下明断。等沈游川写完再说。沈游川，构思的差不多了吧？沈游川，你要是写不出来了，赶紧认罪。陛下日理万机，没时间陪你浪费。回陛下，差不多了，你等着，写完我就打你屁股。向明艳都写完了，你才动笔，如此愚钝，能写出什么东西？幸好这个事件随以后发生了偏差，没有宋朝。感谢苏老泉，碾压开始。也不知道这小子是主战还是主和。他要是主和，那就是两篇主和策略，把再介入不必通过传出去，那势必影响甚广，对我们来说可不是好消息。我看看去。好一个破灭之道，议论精辟，直击要害，比例雄健，简直是字字如刀啊！公主，这庄南风可是进士出身，能让他读师太，这沈游川的文章有点意思。好一个今日各5城，明日再各10城，看似论述是六国和秦的关系，然如今你们江南士族对女真的妥协，岂不正如这六国入秦吗？乃是名副其实的破灭之道。庄南风说谁破灭之道呢？我倒要看看这只会抄袭的小子能写出什么东西。一派胡言！颠覆立固已然，我堂堂大秦怎么会因为此等小事而颠覆？陛下，此子妖言惑众，其心当诛，当终止考核，当即下狱。御前考核是陛下的旨意，你敢私自阻拦，是要抗旨吗？陛下，此子妖言惑众，臣一时失了态，恳请陛下将此子下狱，秋后问斩。够了，朕都还没看，岂容你随意评判？退下。这小子到底写了什么，竟让周震远如此失态？燕赵之君，时有远略，能守其土，亦不入秦。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，斯用兵之效也。好。没想到沈游川看似文弱，笔力竟如此雄强。项氏三国各爱其地，其人勿附于秦。此刻不行良将犹在，则胜负之数、存亡之理，当与秦相较。或谓义亮，以入秦之地，封天下之谋臣；以事秦之心，立天下之奇才。兵力西向，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。
呜呼，有如此之事，而为情人姬微之所劫，日消月割，以去于王，有理，妙啊！阁老，此事传出去，势必引起群情激愤，力战于阵，到时候滔滔民意，怕是拦不住啊！就该把他弄死在你刑部的牢房里。好一个狗以天下之大！小儿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由在六国下邑。陛下，此子罗子健方向，天降异象，文圣显灵，此乃传说中的妙笔生花。妙笔生花。没想到这六国论却引发了传说中的妙笔生花。神作，此乃神作。文圣显灵，又怎会是妖言惑众？难道你们在质疑文圣的公断？臣不敢。哼！思觉先祖父沐风霜，斩荆棘，也有尺寸之地。子孙视之不慎息，如以举人，如弃草芥。我大前先祖以800人起兵，不受戮斩荆棘，才有江北尺寸之地。后举兵南下，征战20载，才打下了现在的大前江山。如今朕若是将辽东举以与人，如弃草芥，那跟这六国的鼠辈又有何区别？沈游川此论，乃朕生平所见第一雄论。陛下少年英雄，当不割地、不赔款、不和亲、不纳贡、不鸟他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如此可比肩秦皇汉武，功盖万代。好一个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！太庙方向，竟然是先祖共鸣！先祖共鸣？没错，沈游川这句“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”，竟然引发了我大千历代先祖的共鸣。皇上的先祖共鸣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阁老啊，上次大秦先祖共鸣还是110年前收复燕云16州的时候，这小子一句话竟然……完了完了！看见了吗？连先祖都在支持沈游川，我堂堂大秦岂会向小小女真低头？传旨，让完颜洪烈滚回去，告诉完颜阿骨滚出辽东，我饶他不死！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这战事一起，战事跟你没什么关系。孰胜孰劣，不用朕多说了吧？项崇文，你儿子舞弊，你这个当爹的也脱不了关系。陛下，即便沈游川策论写得好，也不能证明犬子抄袭，或许只是他对辽东的看法高于犬子而已。还敢狡辩？陛下明鉴，若无确凿证据，就判犬子舞弊，那老臣不服，这满朝文武恐怕也难信服。望陛下查出证据，再行定罪，以免伤了天下士子的心。望陛下查出证据，再行定罪。莫生气，莫生气，学生这儿还有证据，证明治国策是学生定。是吗？说说看。证据就在考卷里，让他死啦死啦定。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稍安勿躁。这小子这么胸有成竹，小弟必有以后手啊！他已连胜向明院2局了，要是再有新的铁证，那向明院绝无翻盘的机会。来人，呈卷宗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这篇试卷是我写的。向成明，这篇是你写的吧？没错，是我的卷子。小子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干！你别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你都在牢房里跳高了，我过分？陛下，请以朱笔圈出每个段落对应的文字，第一段第一个字，第二段的第二个字，第三段的第3个字，以此类推。
还需要所对应的文字。不好！什么不好？怎么不好？向明燕，你慌了！你。向崇文，你自己看。向崇文，你自己看。沈游川，疏于天启3年春闱。向明月，你的考试题上怎么会藏有沈游川的名字？难道这天下还有这等巧事儿？巧事儿，骗鬼的吧？向明燕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陛下。学生，向崇文，你呢？别说你儿子必一概不知。陛下明察，老臣确实一概不知啊！你个逆子！我向家满门忠烈，你竟敢舞弊，看我不打死你个逆子！父亲，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背着您舞弊。我够了！真以为让你儿子背锅，朕就治不了你了？你身为其父，管教不严之罪总有吧？陛下圣明，此事必须严惩。着，罢免向崇文一切官职，将向家满门发配辽东。阿爹，这皇帝好手段，不承认舞弊，那就治你管教不严，这个锅你甩不掉。想跟女真和谈是吧？到了辽东，说不定能够见到完颜阿骨，你们慢慢谈。陛下圣明。陛下，葛老大，沈游川被诬入狱，这个刑部尚书也脱不了关系。来人，将周镇远下狱严查。陛下，老朕冤枉啊，冤枉啊！陛下，家父固然有错，但罪不至此。其年事已高，还求陛下念在与家父师生一场的情分上。朕要不是念在师生之情，你早就人头落地了。陛下，学生愿意以死谢罪，还求陛下开恩，放过父亲，放过项家其他人，求陛下开恩呐！拖出去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父慈子孝啊！公主，没想到这沈游川还留了这么一手。唐明卷，他到底在想什么？他还坑倒了向崇文呢。才华惊世，脑子还灵光，不是呆板无聊的穷酸腐儒，有点意思。堂堂一介首辅，竟然被这小子坑成这样，简直是旷世奇才。不仅能引发书圣显灵，还能引入先祖共鸣。这小子前途无量，必须拉到咱们这边。有机会跟他聊聊。明白。情况你们也看到了，传旨将沈游川无罪释放。多谢陛下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向崇文被流放后，科举阅卷事宜就由严爱卿主持。臣领旨。刑部尚书再由侍郎庄南风代理。臣谢主有恩。被牵连的臣务几人，给朕一并释放了。臣领旨。这一劫算过去了。这江南士族损失惨重，绝对不会放过我。我这种寒门士子，在他们面前如同蝼蚁，日后恐怕得处处小心了。哎呀，这么久了，也该审完了吧？还没回来？难道直接当场斩了？有可能啊！刑部尚书周镇远，那可是江南士族的核心人物，他绝对不会留着沈游川夜长梦多的。哎呀，这么狠，那咱们会不会？不好说呀。如今的朝堂有江南和关陇两大氏族把控，而我们却保持中立，不扯党争，难免他们会。陈武，你们三个出来。哎呀，这么快就轮到我们了，完了，全完了，彻底完了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赶紧的！
我等忠君爱国，天地可鉴。就因为我们不愿与江南和关陇同流合污，就这么着就给我们定罪吗？就是吃相也太难看了吧！定什么罪？你们无罪释放了，赶紧签字走人。什么？无罪释放？怎么可能？到底怎么回事？陛下亲审舞弊案，找沈游川与向明彦御前对质，沈游川当众自证清白，揭露向明彦舞弊，证据确凿，沈游川无罪，你们自然也就没罪了。御前对质，当场反杀向明彦，向崇文的老贼没在场吗？怎么可能任由沈游川反杀自己儿子？向阁老也受牵连，全家发配辽东，流放3000里。发配辽东？他居然扳倒了向崇文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也想知道。我就是个看大牢的，哪知道那么多呀？你们走不走啊？不走，明天再说。走，哎呀！哎，走！哎呀，走不走？我先出去。官差慢走。这么多天过去了，该找的人都找了，那些当官的收了银子，怎么一点准信都不给呀？游川可是咱川蜀界员，才华横溢，怎会舞弊啊？一定是被他人陷害了。可惜咱们无权无势啊！哎，看，那就是沈游川的同乡。听说他们这几日到处奔走，还想着把人捞出来呢。捞什么捞？舞弊可是死罪，还想捞人，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。说不定他们也参与了舞弊，有可能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们川蜀蛮子没有真才实学，只会抄袭。找死！你居然敢打我！你别打！我等川蜀举人向来光明磊落，绝对不可能抄袭。光明个神儿！你给我闭嘴！打得好，好好教教这两个同伙。出人命了，你赶紧松手啊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你住手！哎呀，两位局老爷，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啊！妈的，舞弊还有理了？我没舞弊。主教，没必要跟着我们一般见识啊！掌柜的，这种舞弊狗都敢收粮，流传出去也不怕砸了你的招牌。依我看，必须把他们赶出去。没错，这种人必须赶出去。大家说对不对？是啊，赶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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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狗屁官二代也敢跟我斗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对了，这几日韩兄、楚兄他们该想我了，得赶紧回去。楚举人、韩举人，近几日确实有不少戏子有怨言，要不然您二位换家住。怎么原地？哎，韩兄，老板，这银子呀没拿着，我这朋友他性子有点急。这样，我们现在立刻回客房，绝不再惹是生非。哎呦，楚举人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纵怒难犯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小二来了，掌柜，去帮楚举人、韩举人东西收拾一下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舞弊犯沈游川也一并收拾。得嘞，掌柜。混蛋！哎呀，韩兄，你冷静一点，他们人多势众，咱们不是对手啊。这才对嘛！轰得好啊！轰得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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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气人了！判了！舞弊案判了！怎么样？沈游川他抄袭，是不是被判了秋后问斩？不对，他敢招向明彦，应该是斩立决。闭嘴！陛下御前亲审，真相大白，抄袭的乃是向明彦，沈游川是清白的。当真？这不可能吧？怎么可能呢？堂堂首辅之子，怎么会抄袭寒门世子？不可能！我不信！话可不能乱说，造谣首辅之子可是要掉脑袋的。讽刺！圣上当场命题，论叙辽东之事。沈介元用一篇六国论镇压全场，陛下亲口命其为天下第一雄论。再敢胡说，小心你丢脑袋！什么？陛下亲口御封第一雄论，陛下亲口预言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！何等的荣耀啊！而且再次引发这文圣显灵，引起这妙笔生花之意象，整个国子监都传遍了。楚兄，你听到了吗？游川不仅洗脱了冤屈，还得到了陛下首肯呀！听到了，文圣显灵，汉朝苦读10年，他终于熬出来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听到了吗？陛下亲口御批的第一雄论，这是游川的才华，你就是眼红嫉妒，你容不得别人的才华比你更好。这个心胸狭隘之辈，呸！
读书人的耻辱！不可能！我不信名士系的文章怎么可能有这么好？陛下肯定是被他蒙蔽了双眼。一个川蜀蛮子怎么可能？你懂什么？女真来朝，叫嚣让朝廷割让辽东，整个江南士族都要求割地求和。沈介元借六国覆灭之道，驳斥了江南士族，陛下大受震撼，当即决定征伐女真。最新抄录，沈介元六国论，全京城只此一家。陛下亲封的第一英雄论，先到先得，10两银子一份。我来一份，很快。真无造啊，都有。哎，好嘞。六国破灭，非兵不利，战不善，必在陆秦。陆秦而力亏，破灭之道也。好一个陆秦而破灭，开篇便振聋欲聩，果然雄论，不愧是有川呀！秦以攻取之外，小则获益，大则得成。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，其实100倍；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，其实100倍。六国之地皆是割出来的，真正被秦拿下的只在少数。我大秦岂能不六国的后尘？对，则秦之所大欲，诸侯之所大患，故不在战也。思却先祖父，抱双陆，斩荆棘，已有尺寸之地，子孙视之不甚惜，决以与人，如弃草芥。然则诸侯之地有限，抱秦之欲无厌，奉之弥繁，亲之欲急。苟以天下之大，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，是有在六国下矣。好一个苟以天下之大，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，是有在六国下矣。六国入秦，乃是因为他们弱于秦，所以割城求和。我大秦之强，强于女真1000倍万倍，若还割城求和，岂不连六国数倍都不如？游川定是对朝局有所研究，才能做出这样的雄论。陛下亲自御批，天下第一雄才，果然是名副其实啊！读圣贤书而不忘天下事，这才是武备楷模啊！如此雄才，以后谁要是再敢说他舞弊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没错，我回来了，想我没有？啊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楚兄、韩兄，他就是沈思源呀！果然一表人，你回来了，没事吧？你还好吧？没事，摸我屁股呀，没事就行了。他们这是？我们在拜读你的六国论。这消息传得这么快吗？你这一篇啊，定能名扬江湖，名垂千古呀！运气好罢了，运气太好了。沈介元，在下西北阮经文，可否与你认识一下？在下西南罗安邦，想与介元交个朋友啊！在下也想与你交朋友，交朋友！诸位，在下刚从牢里放出来，容我洗身澡，换个衣裳，咱们再促膝长谈，好吗？走你！掌柜的，沈游川3人包袱都已经收拾好了啊！您看。掌柜的，这是何意啊？他说你舞弊，这掌柜的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把我们撵出去。对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沈介元，沈介元啊，沈介元，他们都是有眼无珠，你不如到我那里暂住如何？上等厢房免费入住，想住多久都可以。来，帮3位举人老爷的东西拿走。姓周的，你真不要脸，到我店里抢生意！姓周的，你真不要脸，到我店里抢生意！谁叫你有眼无珠的？沈介元，请。恭喜川蜀万州县楚韩楚老爷高中会试第72名，入围殿试。中了！我中了！我中了！恭喜川蜀万州县韩明韩老爷高中会试第27名，入围殿试。你中了！
你们今晚得做东了，没问题，做东。恭喜川蜀万州县沈游川沈老爷高中会试第1名会员入围殿试，恭喜啊！提名，挺厉害了！会试第1名啊！第1名，沈会员啊！会员，游川，你是会试第1本届会员啊！我就知道，以游川的才能，肯定排名在我之上啊！我有会员了。我以为治国策设计舞弊风波，成绩会被往下压，以此来降低舞弊案的影响。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恭喜沈建元，哦不，应该叫沈会员。沈会员，二位共事，上房已备好，请。沈会员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。夫人，沈会员，沈会员，你回来！啊，这，大家都听好了啊！想和沈会员促膝长谈的，欢迎来我们酒楼，今日食宿一律8折。走，我去，我也去。走开！当今会员能入住你们客栈，那是何等的荣耀啊！结果你给人家撵跑了。就是让你势利，这泼天的富贵，活该你也接不住啊！就是，走，都回来！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假起哄，我怎么会撵走沈会员？还有2位中马的共识老爷，有眼无识东西，你把老子害惨了！小二，把他都给我扔出去！你。关于沈游川，皇妹怎么看呀？寒门子弟竟能在舞弊案中以一己之力逆风翻盘，扳倒项承文跟顾正元，是个人才。如今得罪了江南士族，关陇那边必定会大肆的拉拢，为求自保，他大概率会选择投靠。但皇兄想要的不是一个投靠关陇的沈游川，而是忠于您的沈游川。没错，满朝文武个个都自称天子门生，可私下里不是江南一派，就是关陇一党，身世清白者寥寥无几。可朕要的是帝当，是孤臣。可孤臣难当啊，一不小心就会成为陈武那样，被2派联手磨掉。就怕他没有这个勇气呀。要不陈妹先帮您试探一下。可以，希望他不要让朕失望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既然死不了，那就不死。这江南士族对我现在恨之入骨，我得处处小心才是。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没钱了呀。韩兄、楚兄他们2个这几天为我上下打点，也给造够呛。得想个办法搞钱才是。这人家穿回古代，不是发明这个就是发明那个，那我一个文科生，我什么也不会呀。诗词歌赋、经义策论，这怎么卖钱？总不能让我去卖吧？我一个堂堂现代博士，回到古代当鸭子？不行，算了，还是先找他们会合再说吧。是那小子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行，给我盯紧了。金主说了，杀了他，佣金500两。是那小子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行，给我盯紧了。金主说了，杀了他，佣金500两。好多年都没有遇到这么大的买卖了，都给我精神点，知道吗？明白。抱歉，小兄坐，给你介绍一下啊，江峰、江雄，江南共事，我们呀也是偶遇，一起坐。江南士族，这位兄台可能是误会了，在下出身商贾之家，根本入不了江南士族的法眼。江兄，介绍一下，沈游川，我们是同乡。哦，原来这位就是写出6国了的沈兄啊。对。久仰。哎，客气。哎，
江兄，我们晚上准备给游川接风洗尘，一起去啊？巧了不是，这风月楼啊，今晚选拔花魁，不知几位仁兄可否感兴趣啊？风月楼，青楼妓馆花魁，不合适吧？韩兄，你多虑了。这风月楼啊，多为清官人，他卖艺啊不卖身的，且饱读诗书。像咱们去了，也只是吟风弄月，聊聊诗词歌赋。而且今晚啊，举子免费呢。这若是诗写得好，甚至还会有赏钱呢。你说什么？还有赏钱？那当然，这自古以诗扬名，乃是捷径啊。若在风月楼写出旷世佳作，这风月楼也能跟着扬名，这东家自然会激励一番。有道理，这不就是前世的自媒体吗？做广告拿佣金。何为自媒体啊？这自媒体，另外一个青楼。我堂堂985古汉语文学博士，脑袋里边最不缺的就是诗文，这可是个赚钱的好门路。几位仁兄要不要去看看啊？而且啊，不少达官显贵也会到场，这万一福至心灵，写出佳作，岂不是扬名立万的好机会啊？对呀，江兄如此盛情邀请，我等断不可拒绝。去看看，长长见识。客官，里面请。这里啊，就是风月楼了。哦，すごい。怎么样？这就是古代的青楼呀，硬件虽不如前世的会所，但氛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江公子来了，2楼雅间已备好酒菜，请随我来。多谢。这边请。谢谢。这几人一路都在繁华路段，不好下手啊！急什么？总会有机会的。500两的，多等几天又何妨？给我听紧了。哟，庄公子，幸会幸会，在下江峰。您呀，贵人多忘事。前几日我们在集贤馆碰过面的。小江是吧？对，3位仁兄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刑部侍郎庄大人的公子，庄南风的儿子。刑部尚书再由侍郎庄南风代理。臣谢主有恩。庄公子，给你也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楚寒楚兄，韩明韩兄。这位隆重的给你介绍一下，他可是写过《六国论》的沈游川沈兄。沈游川，你认识啊？不认识，我也不认识。不过我倒是听闻过你，沈游川。日后啊，多多为我们关陇士族效力，我爹和我叔伯定会保你无疑啊。阿猫阿狗也想攀龙附凤。我只是自救，却被他们当成走狗。关陇士族们还真有自信。哎，庄兄，他毕竟是写出《六国论》的惊世天才，你这态度是不是？哎，他写《六国论》，无非是想接近我们关陇士族。不过，想接近我们，没那么容易啊。日后看他表现吧。沈兄，这权贵阶层向来如此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哼，若非游川，他们关陇士族岂能扳倒项崇文？真是太过分了！哎，算了，多谢江兄提醒。各位，花魁精选即将开始，还是赶紧入座吧。几位仁兄，不要因为刚才的小事而扰了雅兴，快坐，坐。各位如有需要，随时招呼。江兄对这很了解吗？那倒也没有。家父在江南做丝绸生意，与这些地方常有来往。我呢，自幼耳濡目染，所以呀，轻车熟路，见笑了。各位贵客安好，妾身风月楼掌事烟柳，今日感谢各位的到来，共襄选魁盛世。姑娘们，
亮个相吧。你们看，与往年一样，12位头牌各展才艺，各位随意打赏，得赏最高者为花魁。这不就是前世的主播 PK 吗？当然，若有公子愿为心仪姑娘题词作赋，风月楼自当出资润笔，今夜最佳者酬银100两。100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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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首诗100两，要是能赢下这笔钱，足够花好长时间了。游川兄是心动了？没关系，你后面呀有纸和笔。哎，楚兄，你太坏了！明明知道游川只精于策论，不善诗词，你这不是捉弄他吗？沈兄不善诗词？原主的确不善诗词，当然我也不擅长，但我能抄啊。不过还得看看这大钱的诗词水平如何，再决定抄哪首合适。是啊，我从小研究精义策论，对诗词歌赋的确是不擅长啊。理解理解，但我与沈兄就不同了，乃是《诗经》出身的举人，虽然不善策论，但诗词歌赋颇有造诣。若今后有机会，咱们取长补短，相互学习啊！取长补短，哎呦，相互学习。选魁盛世，现在开始。好！这海棠姑娘果真是名不虚传的。去年她便这般大胆，可惜啊，败给了牡丹姑娘的情谊。牡丹姑娘的琴声可是余音绕梁，3日不绝呀。几位公子可要为海棠姑娘题诗一首？这个女子哪首合适呢？几位公子可要为海棠姑娘题诗一首？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我们呢再看看。这还能拒绝的？那当然了，咱们也不是时刻都有灵感的呀。这风月楼也不会强人所难的，哈哈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每每读来，总让人热血沸腾。如此人才，若要投效了关陇士族，绝对是我大钱的损失。报！进！公主，怎么样？查到沈游川去处了吗？禀告公主，查到了。那沈公子在哪儿？快说呀！在风月楼。风月楼？看着斯斯文文的，还以为是个正人君子，没想到男人都一个样。公主，风流才子出入秦楼楚馆也属正常。再说了，那风月楼是清馆，你为何如此动怒？难道您对沈公子之才心生爱慕，吃醋了？呸！说什么呢？本公主什么身份啊？岂会对他有想法？再怎么说，我撕烂你的嘴！公主息怒，奴婢不敢了。那咱们还去见他吗？见，当然得见。要是关陇士族先行一步，他扛不住压力投效了，可就晚了。那怎么办？听说风月楼今天晚上选花魁，咱俩去看看。胭脂俗粉，岂能过您的眼？再说了，咱们这身份怎么去啊？找2身男装过来。几位公子，这位如何？公子们，这位呢？这位，不用了。今日不留下首诗，看来是走不了了呀。书是举子免费，
也不是让咱们白吃白喝。那是当然，虽说不逼迫吧，但是啊，他料定了咱们是读书人，脸皮薄，不是真的白吃。等举子留下笔墨，若到时有人高中进士，甚至啊拜阁入相，那可是笔大盘子。好，来，哎，好。你们看，这位啊，就是牡丹姑娘，她可是啊，连摘了几届花魁了。表演即将结束，几位公子现在可有雅兴？有还是没有？某些人啊，吃蛇喝这么久，一首诗都留不下，不会真是来吃白食的吧？顾兄啊，此言差矣。他们呢，不过是些川蜀蛮子罢了，哪懂什么吟诗作对呀？什么会试第一，文圣显灵，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跟咱们江南学子比，哼，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冲我来的？你说什么？哎，韩兄，韩兄，韩兄，说你们川蜀边远蛮夷，不通教化，上不得台面，怎么不服啊？不服就比试比试，现场作诗，你们敢吗？哎，顾兄，莫与他们生气，这都是些蛮子，他们明显是怕了呀。你不是江南县尉顾辰吗？他怎么跟人吵起来了？那是谁啊？看着面生啊，好像是本届会试第一的川蜀沈由川呀，《六国论》的作者。原来如此，那顾辰和吴松都是江南士族出身，十有八九是来报复他的。江南我脉昌盛，世子可以师父见证，逼沈由川比诗，这分明是出其短处嘛。沈由川以策论名震川蜀，但诗词并不精通，若是应战，必输无疑；若是不战，这江南士族必定大肆宣扬，让其名声扫地的。诸位，今日风月楼花魁大选，人家风月楼之所以免了咱们举人的酒水，那是要让咱们吟诗作赋用来回报的。若是没有这个本事，就抓紧滚出风月楼，以免丢了咱们举子的脸。若是没有这个本事，就抓紧滚出风月楼，以免丢了咱们举子的脸。对了，走之前好好查查，看身上有没有其他夹带。公子，里面。姓沈的，别说着了，给句痛快话，要么当着这么多士子的面比一场，要么滚出风月楼，滚出风月楼。就是滚出去，滚出风月楼，滚出去，甘愿出去，滚出去，滚出风月楼，滚出去，甘愿出去，滚出去，滚出风月楼，滚出去，甘愿出去。去了解，怎么回事？这帮江南士子太欺负人了。这江南士族要是用其他手段报复我，我还真怕。但比作诗，我胸中尽是唐宋锦绣华章，你们在自取其辱。他们好像在逼沈由川作诗呢。逼沈由川作诗？论诗词歌赋，谁能比得上江南才子啊？这顾辰、吴松分明就是欺负人，肯定是在故意报复沈由川。公主，那咱们要不要先看看再说？庄兄，这些江南士族分明就是在报复沈由川，咱们要不要帮他一把？帮他？帮谁啊？那沈由川不过是社会底层的一个寒门士子，本上人是谁呀？是谁呀？我怎么会屈尊降贵去帮他呀？顾公子、吴公子，要不这样，你们啊先息息怒，今天给我一个面子，这所有的酒水不需要风月楼出钱，全算在我一个人的身上。我呢，个人再给二位公子啊略备薄礼，咱们呢化干戈为玉帛。闭嘴！咱们呢化干戈为玉帛。闭嘴！你什么东西啊？下贱的商家之子，也敢管我们士族的事儿啊？
江峰啊，你好歹也是咱们的江南世子名门呐，竟然跟这些个川蜀蛮子厮混在一起，简直是丢我们的脸呐！看到没有，还想动手打人？你还不明白呀？你这么替他们说话，受到我们的侮辱。哼，他们呢，连句屁都不敢放，简直了！就是呗，喜欢听放屁是吧？满足你，你要比试是吧？我跟你比。游川，沈游川，你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，竟真打算跟我们这些书香门第的江南才子比作是？你究竟是勇气可嘉，还是自不量力啊？你哪那么多屁话？比还是不比？既然你这么急着自取其辱，那本少就成全你。咱们就借此情此景，给牡丹姑娘作诗一首，让在场的众人判断，谁若输了，谁跪下磕头认输，敢吗？跪下，你太过分了吧！怎么不敢？不敢就滚蛋！少在这丢人现眼。对，不敢就赶紧滚出去啊！赶紧滚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就滚！滚！但是是他滚，谁说我不敢了？这家伙果然上钩了，写出六国论又怎么样？会试第一又怎么样？随便刺激两下就敢跟我比作诗，莽夫！等着磕头认输吧。行，希望你等会儿磕头认输的时候还能这么硬气。刘川，最后这个逼我非装不可。是我先来还是我先来啊？当然本少先来。你先来就你先来。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珠玉在先。等我写完，保准你羞愧难当，不敢动笔。太好了，顾兄，让这些蛮子见识见识。没错，要他领教领教我们江南世子的才情。对，让这个乡野莽夫长长记性。各位放心，各位放心，有了，你倒是生啊！在下江南顾城，此诗赠牡丹姑娘。谢谢顾公子。我来替顾兄诵读一番。有劳顾兄，客气。入夜灯明叩玉楼，边弦清波琴声幽。泠泠一曲惊残梦，月落旦头客忘愁。好诗啊！绝妙！哎呀，入夜灯明，今日风月楼正是灯火璀璨，何其贴切，何其贴切啊！冰弦清波，更贴合牡丹姑娘琴声之清冷之空灵，特别是这后两句，惊残梦，客忘愁，寥寥几句就把牡丹姑娘琴声高雅体现得淋漓尽致啊！顾兄，不愧是我江南的谢远，好啊！顾兄，不愧是我江南的谢远，好啊！太好了，好诗！虽然嚣张，但是他的诗才确实是非同一般呀。游川是太冲动了，他这是找到他的道了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牡丹姑娘，怎么样，小子？看了本少的大作，有什么感想？还敢动笔吗？沈游川虽然策论经世，但临场作诗，想要胜过顾城，恐怕难如登天。好了。来者是客，沈公子若是有难处，牡丹愿意打个圆场，替您向顾公子求个情。这萍水相逢就能主动帮忙解围，这人情世故还真是炉火纯青啊！难怪能连摘3届花魁。我还以为你们江南士族能写出什么旷世佳作呢。哎，脆弱！你就这，什么逼玩意儿？合肥是你们自取其辱，那就别怪老子了。
牡丹姑娘，借屏风一用。说本上写的什么？我看你能写出什么玩意儿？这逼玩意儿！牡丹姑娘，借屏风一用。请。太他妈装了，真装啊！我的天哪！云想，云想，这跟牡丹姑娘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没关系了，他就是才疏学浅，瞎写的呗。瞎写，哼！尔等凡夫俗子，岂能懂诗仙太白的起笔？花想容，衣裳花想容，云想衣裳花想容。见云这灿烂，便想及衣裳；见花这绚丽，便思其容颜。妙啊！以云喻衣，与花喻貌，与牡丹更是贴合呀。对呀，尤其是这两个小字，既写出了美人的风姿，又表达出爱慕者的心驰神往啊！妙啊，真是妙！游春兄竟有如此才华，真令在下大开眼界。这叫不善诗词。我竟然还想跟沈兄取长补短，相互学习。就光他这一句就能碾压我所有诗作，我还敢让沈兄学习，丢人呐，真是丢人。公主，没想到这开篇这句格调已经甩了顾城18条街。这沈游川不仅精于策论，诗才也如此惊艳。顾兄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一个川蜀蛮子，怎能有如此诗才？怎么可能？他一个川蜀蛮子，怎能有如此诗才？春风拂槛露华浓。春风拂槛露华浓。春风拂槛暗示美人凭栏，露华浓，表面上写花上露珠，实则暗喻美人流泪。美人凭栏，孤寂流泪。这牡丹姑娘看似风光，却以19年华还为觅的良人。听说她一直为此暗自发愁。美人凭栏，孤寂泛泪，孤寂谁知啊？没想到被这沈游川一语道破，真是浪漫而又深刻呀！满座士子，懂我的竟只有沈公子。沈公子，你继续。写诗就写诗，装什么？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如此国色天姿，不是群玉山所见的仙子，那就是瑶台仙境所能欣赏的容貌。这说的不正是牡丹姑娘吗？妙啊，妙啊，妙啊！亮了，亮了，亮了！谢大人，文曲雕像又亮了，亮了！啊！哎呀，最近文圣显灵都是因为沈游川，难道又是因为他？快去查查沈游川在哪儿！是啊，走去后院。清平调，赠牡丹姑娘。好一首清平调，沈兄大才呀，简直是红泥土影，绝代风华呀！哎，灵光一闪罢了。游川真棒，真是给我们川蜀局势争光呀！有时灵光一闪而过，偶得佳句。偶得，沈兄太低调了，太低调了。沈公子既写的如此惊世之作，还如此谦虚，不像某些人在比赛之前还说自己珠玉在前。哼，依我看呢，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。自己抛了块砖，引出了沈兄的美誉，还说什么是江南才子，我看是浪得虚名吧。你们，多谢沈公子赠诗。哎，云想衣裳花想容。有此一手，足以让牡丹连任本届花魁。何止牡丹连任花魁呀！不出明日，此事定然传遍京城，风月楼必定声名更盛，碾压京城一众青楼楚馆。说的不错。沈公子，
牡丹深知此事无价，一点润笔聊表心意。这屏风，牡丹以后定会视之如命，好好珍惜。200两，这么多？不对，诗仙太白的绝世佳作，只换了200两，我还嫌多。沈游川，你真没出息。谢谢牡丹姑娘。有劳沈公子。结果显而易见了吧？江南草包也该履行赌约了吧？跪下道歉，磕头认错。放肆！我顾家一门3汉人，岂能向一个川蜀蛮子磕头认输？就是，你们3汉里怎么了？诗写的赖还耍赖，真丢人！就是跪下认输吧。对，跪下认输，跪下认输，跪下认输，磕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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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认输。庄公子，庄兄，真没想到，这沈游川不仅策论经世，而且诗才竟然也如此惊艳，真是咱们关龙氏族之福啊！真不错呀，不过想当我们关龙氏族的狗，还不够。顾兄，这磕头丢人，耍赖也丢人呐！你可是咱们江南的界缘，你得想办法，要不然咱们江南氏族的脸可都让你丢尽了。磕头认输，都给我闭嘴！认输，这句不算，因为沈游川这首诗是抄的，因为沈游川这首诗是抄的。真的假的？抄的？顾主，这如此佳作，若真早已有之，怎会籍籍无名？这顾城8成是为了强行挽尊，扯谎污蔑。千真万确，这首《清平调》我曾在典籍上见过，没想到他沈游川竟如此下作，抄诗比试，胜之不武。哦，对，就是抄的，我也见过。如此下作，竟然把别人的佳作据为你有，照这么分析，《六国论》想必也是抄的。对，你俩纯放屁！你说在典籍上见过，你说说在哪个典籍上见过？都是读书人，你说出来，大家一起查一查。我自幼饱读诗书，学富5车，我现在记不起名字了。说不出来是吧？那就不存在。少信我还和信口雌黄。他一个川蜀蛮子，哪来的如此才情，写出如此惊世佳作？我现在记不起名字了。说不出来是吧？那就不存在。少信我还和信口雌黄。他一个川蜀蛮子，哪来的如此才情，写出如此惊世佳作？就是，呸吧！张口闭口川蜀蛮子，你就是嫉妒游川的才华，就是不想认输是吧？我一名江南世子，你找死！哎，粗鲁！大家都看到了吧？输了他不认账还要打人，是不是你们江南士族都这样？就喜欢污蔑别人抄袭。他向明艳这样，你也这样，你们不是同一个老师吧？大家说他这是不是臭不要脸？臭不要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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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不要脸！你口口声声说知道这首诗，却说不出是什么典籍，这分明就是在扯谎。什么江南才子呀？才不如人就算了，人品是一个比一个差呀。他们有才华就是抄袭，你们这些江南才子名头都是靠一些污蔑得来的吗？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沈游川，你推波助澜污蔑我江南世子，无非就是想证明你这首诗不是抄的。行，本少给你个机会，咱们再比试一场。你若还能赢，本少二话不说，承认才不如你，立马下跪磕头认输。敢吗？说那么多逼话，不就是想给自己找不吗？你少废话，敢还是不敢？我告诉你，我腹中怕了，他怕了。我腹中皆是锦绣华章。狂妄！沈游川，今日才子云集，你竟还如此狂妄，分明就是没把天下士子放在眼里。这清平调确实惊艳，但我估计这十有八九是福至心灵妙手武德，绝不可能每首都有如此水准。他方才说自己满腹锦绣华章，这也太狂妄了吧！依我看呀，就是喝多了，目中无人。平日里看沈游川怪是谦逊，怎么喝完酒就是这样的本性？满口大话，等你输了，我看你怎么圆场。你先赢了再说吧，臭不要脸！
清平调这种旷世佳作，这沈游川绝不可能再写出第二首。只要我第二场能赢他，就能把面子扳回来。小子，第二局本少赢定了，我看你到时候还怎么狂！顾兄，请吧。海棠姑娘，海棠姑娘刚才那一舞，令顾某回味无穷，故此诗赠海棠姑娘。多谢顾公子。天狗。画楼灯泻夜沉沉，罗袖翻飞搅碎金。悬折腰肢随骨转，月移花影暗清心。好事，好事！哎呀，海棠姑娘，多谢顾公子。顾公子此时真的是好茶。个屁！看好了。太有装了！这沈游川想都没想就能立马提。曹植做事还要走西路，他也太自信了吧！自信个屁！我看他就是喝多了。公主，这人到底是真的喝多了，还是真有随手成诗的本事？不知道，我感觉我有点越来越看不透他了。先看再说吧。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，海棠依旧。师傅，应是绿肥红瘦，妙啊！绿肥红瘦，光芒越来越亮，说明沈游川还在创作呀。不知他又能创出怎样的惊世之作，真是令人期待啊！祭酒大人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文曲星，文曲星变亮，那可是文曲降世的前兆啊！文曲降世，那是什么？文曲降世，那可是比妙笔生花更大的意象。据说有史以来，只有曹植写《洛神赋》的时候才出现过。快，派人进宫告知陛下，趁此一项焚香祷告，或可保我大前文脉昌盛千年呀！啊！哎呀，快去，迟了就没了。啊，是。哎呀，妙啊！一首小词寥寥数言，却含蓄温寂，不仅刻画了人物心理，还以对话的形式推进了词意的发展。真是别出心裁，清新脱俗，确实妙不可言。玉书风骤，不消残酒，这短短8个字，画面何等生动啊！绿肥红瘦，简直人工天巧，堪称绝唱啊！顾城的诗虽然也不错，但和沈游川的一比，就显得黯淡无趣了。这顾城输了呀！如此诗才，难怪提笔就来。看来我们都小瞧了陆游川呢。确实厉害，这是怎么写出来的？海棠姑娘，这首《如梦令》送给你。沈某离乡数月，甚是怀念家中那株雨后海棠，虽不应景，但颇为别致。不知姑娘喜唔喜欢？虽不应景，但颇为别致。不知姑娘喜唔喜欢？喜欢，海棠甚是喜欢。哎呀！沈公子，一点润笔，表表心意。又是200两，感谢义安居士。多谢沈公子，海棠会好好珍惜的。多谢海棠姑娘。臭不要脸的，
这首词你不会也在哪个典籍上看到过吧？你可恶，实在是可恶！你是准备继续耍赖呢，还是准备磕头认错呀？你是准备继续耍赖呢，还是准备磕头认错呀？他一个川蜀蛮子，为何随手便有如此小事？我3岁识字，5岁能文，堂堂江南解元，天之骄子，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输给他？磕头认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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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磕头认输。三叔，你怎么来了？他就是顾家三叔顾世言，曾经的探花，如今的翰林学士，号称江南诗圣的顾世言，他怎么来了？丢人现眼的东西！你就是川蜀沈游川？小小年纪恃才傲物，让人下跪。怎么，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？顾学士还是把东西先收起来吧。况且这下跪认输不是我说的，是你侄子说的。那是小陈给你开玩笑，岂能当真？没错，我就是开玩笑的。三叔，这些川蜀蛮子竟抓着我的玩笑不放，逼我下跪，犹如圣贤。你可真行啊！你输了就说是开玩笑，你真不嫌害臊啊！我想问啊，你们顾家是不是都像你这样不要脸呢？只有刘川今天输了，你是不是要逼他下跪啊？啊！仗势欺人，仗势欺人，仗势欺人，仗势欺人！闭嘴！此事就此作罢。若是有人胆敢再提，就是与我顾家作对。好一个顾家！老人说，怎么？看来你不服啊！好，老夫与你比。若是老夫输了，小陈给你磕头认错；若是你输了，你不但要磕头认错，还得承认那2篇的诗是你抄的。敢吗？敢吗？敢吗？顾世言竟要亲自对付沈游川，江南诗圣一代探花，这不是以大欺小吗？什么江南师祖，太无耻了！就是啊。哼，谅你也不敢。就此作罢。比就比。但既然顾学士都亲自跟我比了，你若是输了，只让他一个人磕头认输不够，你们2个一起磕头认输。真能装啊！你居然敢让老夫给你磕头！你怎么？顾学士知道自己会输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老夫岂能怕他？行，就依你，我就不信老夫堂堂一个江南诗圣能输给你这个黄毛小子。你侄子刚才也是这么自信。小子，你虽然才华横溢，但老夫这些天在家推敲了数首佳作，必定于你。沈公子，顾学士，唐突打扰，在下雪梅，2位比诗能否赠奴家一首？我在家做的事根本没有跟梅雪有关的呀，这该如何是好？这12头牌之首雪梅，她也来求诗。这清平调如梦令一出，这牡丹海棠啊，名气大增。这雪梅肯定不甘落后呀！雪梅向2人求诗，却只听着沈游川，这心中所求，明显只有他嘛。哎呦，这堂堂江南诗圣竟然被无视了。只是这沈游川还能否做出如前2首一样的佳作呀？可1可2不可3，我看难。哎，游川，退后，退后，这个逼我还能装。沈公子，一点心意。又是200两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又来钱了，这都600两了。三叔啊，这青楼女子上不得台面，您别跟她一般计较。待这沈游川写完，您再出手将她碾压，让这女子看看什么叫江南诗圣。那是自然。既然雪梅姑娘
如此好意，我断不会拒绝。献丑了。韩明，替我代笔。好。装腔作势，这么好说。梅雪争春，未肯降。梅雪争春，开篇即将梅与雪赋予人性，妙啊妙啊！骚人阁笔未平章，骚人阁笔未平章。自古以来，这文人墨客对于雪梅一直是难评高下，他这一句真是道尽了千古争论呐。梅须逊雪3分白，雪却输梅1段香。好一句梅须逊雪3分白，雪却输梅1段香。好吃好吃好吃啊！好吃！梅须逊雪，雪却输梅，好，好啊！好个屁呀！这梅雪各有千秋，却亦有不足，直接升为主旨，劲道啊，深刻。这2句一定会成为千古名句。师兄，大才大才啊！谢沈公子。又是匡氏家眷，这小子怎么会有如此敏捷的才思？他三叔该你了。可恶！这秦龙女子好端端的求什么诗啊？坏我好事之人。三叔，该你了。闭嘴！你们看，顾世言这是什么表情啊？还能什么表情啊？这是想不出能压住沈兄的诗了，慌了呗！梅须逊雪3分白，雪却输梅1段香。这句话一出来，短时间内他想压过，就算是江南诗圣，那也得抓耳挠腮呀！挠腮，刘川，天作奇才，我的神啊！梅须逊雪，雪却输梅；梅逊雪，雪输梅。究竟如何才能压住这2句啊？沈公子，沈公子，在下金雀想要求诗一首。沈公子，在下碧霄也想求诗一首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还有我，沈公子，我先来的，我也要，我就出来了。你们看，9大头牌争相求诗，这在风月楼的历史上，那真是头一次啊！这还是牡丹3位同时得到的，不然的话，应该是12头牌同时求诗啊。放眼整个京城，那也是头一遭。沈兄，羡煞我也呀！前3首勉强说得过去，就怕后面几首没有前面精彩吧？你闭嘴吧你！沈兄，你就保持水准，再做9首，一定可以名震京城，成为佳话。9首，哎呀，真能吹牛啊！这么多人，这么多钱，足够我在京城躺平好几年。喂，不要急，不要慌，每个人都有。姐妹们，不要急，不要慌，每个人都有。一个一个来。韩明，替我代笔啊！好，来第一个。我先来，金雀先来。赠金雀，明月别枝金雀，清风半夜鸣蝉。明月金雀，清风鸣蝉，好意境，好意境啊！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7、8个行天外，2、3点雨山前。路转溪桥忽现。好诗啊，好诗！下一个。沈公子，我叫碧霄。第2首，赠碧霄。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
好一个逢秋悲伎俩啊！如此绝句，我一定要记下来。我也要记，我也要记下来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沈公子，在下韩嫣。赠韩嫣，碧云天，黄叶地，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。天映斜阳，天接水。多谢沈公子。真是个好事。赠红袖，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消金兽。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暗香涌动，好诗啊！多谢沈公子。真是好诗啊！好诗啊！下一首赠子烟，日照香炉生紫烟。最后一首赠冬雪，北风遍地百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飞雪。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好诗，真是好诗。姑娘们，每人一首都有了吧？还有落下的没有？都没有。 9首一气呵成，行云流水，而且这每首都是妙笔生花。沈兄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！哎，只见沈兄说自己腹中尽是锦绣华章，令在下好生佩服。哎，可不是嘛，我们几个在沈兄面前简直就是凡夫俗子。沈兄这策论无双，识才经世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榜样。什么呀？那也是我的榜样，是我们的榜样。对，榜样，对，愚作罢了，献丑了各位。他三叔，我刚刚又做了9首，您那首赠雪梅的诗应该做出来。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厉害？难道我一世失才，今日要毁于一旦？这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呀？这样，我刚刚呢一共是做了12首，只要你能赢其中的1首，就算你赢，怎么样？赢1首，哪首？能赢哪一首？明月别枝惊鹊，晴空一鹤排云上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为什么每一首都是旷世佳句？这让我怎么赢啊？还不说话？你不会1首都不做，就让我跪下磕头认输吧？游川12首体体积成，顾师爷，你作为长辈，即便写1首，若是赢了，那赢的也不光彩，这哪是让步啊？这不纯羞辱你吗？对呀，看他这样，1首都做不出来。还什么这个江南诗圣，我看呢，这都是吹出来的装货，是不是？装的，江南诗圣又怎么样？我挑的都是历经1000年而不衰的文化精髓，岂能输给你？顾诗圣，你堂堂一个江南诗圣，不会连我一个川蜀蛮子都赢不了吧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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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叔，
顾学士，来人，送医馆！顾学士，来，送医馆！我讹人，这你受得了吗？这你，沈川，这是什么呀？外面怎么这么亮啊？这是文曲降世，是比妙语生花还要罕见的天宫异象，这简直就是文曲星显灵啊！大家快跪一下，求文曲星保佑学生殿试高中。是。求文曲星保佑学生。怎么可能？快看，文曲星降世，这就是文曲星降世啊！没想到老夫执掌国子监期间，竟然有幸能遇到文曲星降世的奇观，不枉此生呐！不枉此生呐！保我大钱文脉昌盛。这就是文曲降世奇观，应该是了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文曲降世，真是天佑我大钱。那是什么地方？回陛下，是风月楼。据密信回报，这风月楼沈公子正在那儿饮酒作诗。青楼作诗引发降世奇观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会不会被天下诸国耻笑？陛下，这都不重要，还是先焚香祷告吧。对，天降文曲，佑我大钱，祝我大钱国运昌隆，永享太平。怎么可能？你小子何德何能，竟引来文曲星降世？顾辰，我从来没惹过你，但你却咄咄逼人，这能怪得了我吗？没错，什么江南望族、江南才子的，浪得虚名就算了，还耍赖！沈兄请来文曲降世，佑我大钱之文脉，岂是你敢质疑的？给我滚！有道理，别脏了文曲星显灵的奇观。对，滚出去吧，滚出去！滚！闭嘴！沈游川，我跟你没完。完不了一点儿，这你受得了吗？这你。沈公子一夜作诗12首，更是引来这文曲降世，令我风月楼蓬荜生辉呀。这个是风月楼的一点谢礼，请您留下。这他们不都？那是姑娘们自己的心意，这是风月楼的，一笔归一笔，讲究。这么多，3000两。沈公子，这是东家的意思。沈公子失财，何止这3000两啊？您别嫌少就好了。哎，这倒是。3000两，这风月楼可真大方啊！这算什么呀？12首佳作，力压江南县员顾辰，引得诗圣不敢提笔。这价值啊，远超3000两。更何况文曲星降世，到时候绝对能让说书先生说他个9篇18集的，到时候绝对能让风月楼名声大振。有道理，沈兄之才真是让我羡慕啊！望尘莫及，望尘莫及呀！沈公子，我风月楼有上等的包厢，不知您可有兴趣留下过夜呀？与各位姑娘们吟诗作对，共赏风月。留下。睡青楼？算了，这原主还是个处男，不合适。多谢东家好意，沈某今日喝大了，留下来怕是会丑态百出，不必了。那也好，这样我亲自安排马车送您回去，这也是东家的意思，您就别客气了。马车就在外面，请。烟柳姑娘是吧？是。那我也送你一首诗。送我？哎，明显又作诗了，赶紧记下来。哎，快！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决胜烟柳满皇都。好诗，好诗啊！沈公子，等等我。好一个决胜烟柳满皇都啊！旷世佳句随口就来呀！好文采，这简直是文曲星下凡，文曲星下凡啊！庄兄，
沈游川之才举世罕见，甚至引发文曲将士奇怪。要不您还是过去表示两句，否则万一个屁！他如此卖力表现，不就是知道本少在此，想要攀附于我？我若是自降身份下去，岂不是如了他的愿？再者说，想做我关龙氏族的狗，光有文采还不够，还得听话。公主，那咱们还见他吗？当然得见了，文曲将士啊！有史以来，只有曹植有此待遇，此人日后定是我大前乃至天下文坛之领袖。此人日后定是我大前乃至天下文坛之领袖。他若成了帝党，一定能引导天下士子效仿，舍弃江南关陇两派，一心忠于皇室。见，现在立刻马上走。好。最新消息，那小子在风月楼作诗，赚了好几千两。什么几千两？作诗这么赚钱吗？老大，要不咱以后也读书去吧？呸！你是那块料吗？金主说了，杀了人，钱全归咱们。几千两全归咱，忘了呀！来了，沈公子，以后一定常来啊！以后再有这种事儿，我一定来。这大晚上的鬼鬼祟祟，冲我来的？虽然不确定，但是不能不提防。毕竟如今想弄死我的人，可是大有人在。颜柳姑娘，哎，你去帮我准备点儿。小事一桩，沈公子，你先上马车，我这就去。你跟我来。你去帮我准备点儿。小事一桩，沈公子，你先上马车，我这就去。你跟我来。打起精神，准备动手。其他几人怎么处理？以防后续麻烦，全部杀了灭口。公主，刚才有几个蒙着脸的鬼祟之徒，跟着沈游川走。什么？为什么不追上去？公主息怒，我们的任务是护宁周全，不能擅离。不好，赶紧追！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沈游川，快出来受死！就你们4个一起上吧。上！沈兄，这些人果真是冲着你来的。看来江南士族已经想要置你于死地了。兄，还好你早有准备，不然他们凶多吉少。妈的，还想刺杀我？我让你刺，我让我啊！我让你刺！主兄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！行，参见公主小姐姐殿下。来，参见公主。这小子还算有点手段，本宫倒是白担心了。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长公主问话还敢隐瞒，找死！说。长公主息怒，金主一直戴着面纱，我从未看清他的脸。带回大理寺慢慢审。是，走。多谢殿下。你们4个先下去，我跟沈游川谈点事情。行。这大晚上的，这孤男寡女的，殿下想说什么呀？你怎么这身打扮？本宫今日出来散心，女扮男装到风月楼坐坐，没成想大开眼界。怎么，你不会也要求是吧？1000两。没想到你还是个人才。先扳倒项崇文，又弃云顾誓言，江南士族对你现在必定是恨之入骨。不过我听说庄南风在刑部给你预留了一个职位，你怎么样？有兴趣吗？他这是在试探我。如今朝堂尽是两派之人，皇帝绝不可能继续容忍这样的局面。如此说来，全仰仗陛下圣明，学生才死里逃生，入围殿试，成为天子门生。陛下让学生怎样，学生就怎样。你倒是聪明，既如此，我也不绕弯子直说了。如今两派把持朝政，甚至左右皇权，皇兄早已不满，有意想扶持像你这样身世清白又才华横溢的寒门士子，对你来说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
学生一定好好把握。像你这样满嘴忠君爱国，转身就投靠两派的人，我见得多了。我跟皇兄要的不是空口许诺，而是实打实的投名状。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成臣。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给殿下一个满意的投名状。好一个疾风知劲草，板荡知成臣，我给你时间。殿下慢走。见此腰牌如本宫亲制，日后再与此次这般刁难，可以此解围。多谢殿下，千万不要让陛下跟我失望。虽说如今两派把握朝堂，但新帝还年轻，假以时日，未必不能瓦解两派，收回大权。现在投降，或许是个机会。我整垮了项崇文和周镇远，皇帝自然会信我不会投降江南士族。他想要的投名状，无非就是让我拿出行动，自绝于关陇一派，断了后路，一心弑君。投名状从哪儿下手？公主，你居然把自己的贴身腰牌给了沈游川，你太重用他了。那可是先皇预留让你辅政用的，万一他要是做了什么，那我们……本宫一开口，他便领悟了意图，才华横溢，还绝顶聪明，这种人知分寸，也值得投资。当然了，日后他要是让本宫失望了，我把腰牌收回来便是。暗中派人保护一下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莫道不销魂，人比黄花瘦。好文采，每一步都是精品，韵味无穷，简直是韵味无穷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爹，您找我？沈游川的事？没错，顾世言那个腐儒恃才傲物，看不起我的。没想到今日却败在了沈游川的手里，简直是大快人心啊！听说他在风月楼作诗气怨顾世言之际，你也在场？孩儿确实在场。爹，您问这个做什么？我和严阁老都抽不开身，明日你找个由头，请他进府，好好拉拢，务必让他投靠我关陇士族。爹，他现在得罪了江南士族，正走投无路呢，巴不得来靠近我。我们只需要勾勾手，他就会像狗一样摇着尾巴来接近我们，没必要自降身份去拉拢他呀。你懂什么？能引发文曲星降世，此子竟会成为文坛领袖。明日再把江南巡查使送给我的那套文房转赠给他，读书人应该会喜欢这个。爹，那可是张大人费尽心思给您寻的上等文房，顶级的湖笔、绘墨、宣纸、设砚，价值万两啊！你怎么能给他呢？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玉人沙壶。那套文房我要了多少次，爹都不舍得给，竟然要给沈游川一个底层寒门，他配？游川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找公主找你没什么事吧？没什么，他就是试探我的态度，看我会不会参与党争。你得罪了江南士族，若不投效关陇士族，势必会迎来两派联合打压，哪还有咱们立足之地啊？虽说两派皆非善茬，但想保持中立，谈何容易啊！啊，那沈兄究竟如何打算呢？我打算，走一步看一步。走一步看一步。早上哦，沈游川是吧？我家公子有请。你家公子是？刑部代理尚书庄大人的公子庄汉。不过我倒是听闻过你，沈游川。日后啊，多多为我们关陇士族效力，我爹和我叔伯定会保你无疑啊。是他？是这样，在下昨夜贪杯了，身体不太舒服。小子，我家公子是看得起你，你别不识好歹，赶紧的。这庄汉还真把我当成是他家的狗呢。算了，长公主的腰牌，关键时刻可是保命符，还是不要轻易动用。赶紧的！庄兄说的没错，沈游川一个无权无势的寒门，他想投靠关陇士族，哪那么容易啊？机会咱们已经给他了，能不能把握得住，就看他自己了。
公子，沈游川到了，还算识趣儿。我还年轻，怕是把握不住呀。不知庄公子找我所为何事？我知你把握得住，你就把握得住。昨日你卖力作诗，对付顾家失职，无非是想得到本公子的青睐，加入关陇士族罢了。本公子今日就给你一个机会。就连长公主都来拉拢老子，老子还需要你青睐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呀？你爹能代理刑部尚书，还是沾了老子的光呢？殿试考题，关于变法图巧。什么？殿试考题？你居然弄到了殿试考题？还堂而皇之的拿出来，他疯了吗？黑麦吗？我劝你不该问的别问。你只用写3篇策论，拿出你的最高水平，助我3人夺得状。你要我帮你们科举舞弊，这可是死罪！让你写你就写，哪来那么多废话呀？沈游川，我知道你已经连中2元，让你放弃状元之位，你肯定是心有不甘呀。但是状元嘛，不是你这种寒门子弟能染指的，即便你能引来文曲将士都不行。这届状元必须在我们3人之间。我从没想过染指状元，但科举舞弊可是死罪，我只想活着，恕难从命，告辞。沈游川，本公子是在给你机会。我说了，我只想活着。活着？你都已经知道了殿试考题，你若不乖乖配合，你觉得你会活命吗？我可是此次会试的会员，若是死在庄府，哈庄公子也不好交代。我特别好交代，我不会让你死在庄。我爹是刑部侍郎，手握生杀大权，在荒郊野岭死一个寒门士子，不难吧？我在他们眼中就是个毫无威胁的寒门子弟。若是此时此刻拿出腰牌，他们定会把我当成是长公主的人，必定心生慌乱，寝食难安，很可能会杀我灭口。庄南风掌管刑部，想弄死我易如反掌，即便是长公主，也未必能查出端倪。沈游川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对不会泄露半分。你只需要好好的给我们写策论，我定会把你引入关陇市。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参加个科考，但是他们为什么一个一个都要针对我？先是向明艳，又是庄汉，他奶奶个裤衩子的！沈游川，你在想什么啊？我都答应你了，把你引入关陇士族，别给脸不要脸！要脸？我写。要脸？我写。这还差不多。韩哥，我还需要历史上各种变法的资料。一篇啊，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周到了，加油啊！去哪？太好了，有沈游川为我们代笔，必能夺得状元，说不定榜眼探花也落入我们几人之手啊！一会儿我去叫几个歌舞剧，咱们兄弟几个好好爽一下。好，多谢庄兄。庄兄破费了，下次我们请。都是自己人。天下之事不进则退，邦国之运非变难兴。变法过强，势在必行。我正愁不知道怎么给皇上和长公主纳投名状呢。要是能借科举舞弊，把关陇士族核心人物庄南风给扳倒，这投名状是不是足够有诚意了？
好，好，好啊！不愧是写出《六国论》的天才，这3篇策论，言辞犀利，立意高远，鞭辟入里呀！有此雄论在手，状元必定产生了你我3人之间呀！刘川啊，不错，你还真没糊弄我。本公子言出必行，殿试之后定将你引入关陇士族。但是，状元必须出在我们3人之中，就算在殿试上你有更好的，也不准写。听懂了吗？没错，你若敢抢我们3人状元，我关陇士族定让你有命争，没命享。游川，为汉哥马首是瞻。弟弟客气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弟弟慢走，不送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弟弟慢走，不送。庄兄啊，不对吧？这小子昨夜在风月楼狂到没边了，今天他这么听话，这中间会不会有诈呀？哎呀，能有什么诈？那顾家虽说是书香门第，但并无多少实权。庄伯父可不一样，手握刑握，要捏死他，易如反掌，他怎能不怕呀？孙兄啊，你多虑了。此人就是个没权没势的寒门世子，就算他说，也没有人信；就算有人信，他也不敢说，因为代笔也是舞弊，也有罪，也得下狱。所以当务之急是把手中的文章背熟啊！对，孩儿，爹，张伯父，约沈游川了吗？约了，刚走。谈得如何？相谈甚欢，沈游川已经答应加入我们关陇士族了啊！而且为了避嫌，他说殿试之后再来拜会。如此甚好。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夜伴鸣蝉。我爹呀，那就是太古板，还想说用张大人送他的那个顶级的文房四宝来拉拢沈游川，不过他也配。现在倒好，这宝贝是我的了。哎呀，庄兄机智，恭喜庄兄！偷盗考题让我代笔，还不许我争状元。庄汉，你给我等着，殿试之日，等你写完，老子一定当场举报你们舞弊，铁证如山，定让你们万劫不复。只是我作为代笔也是舞弊，得想个办法把自己摘干净。有了。沈兄，哎，楚兄、韩兄、江兄，你们怎么？九川，可算找到你了。你说你一大早就失踪了，我们几个可担心死了。我们还是从伙计那儿听说你被庄府的人带走了，怎么样？是真的吗？啊，是真的。我看你们那会儿睡觉呢，就没跟你们说。嗨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哦，对了，沈兄，你在庄府待的这一天，他们没有人去为难你吧？代笔之事还是别让他们知道了，免得牵扯进来。他们敢？我可是此次会试的榜首，他们叫我去就是许诺拉拢。天色不早了，咱们先回酒楼。哦，对，咱先走。我跟你说，那个庄那个大胖子，他上来他就扑通就给我跪下了。刘川啊，别忘了本少对你讲的话，别想胭脂状元啊！你若敢阳奉阴违，即便当了状元，也休想在朝堂立足。放聪明点儿，别乱说话啊！我办事儿，你放心。我是不是状元无所谓，但你们必须死。沈兄，他们是他们继续拉拢而已。还可以。
沈游川最近有什么动作吗？还没有，毕竟得罪了江南氏族，再让他自绝于关陇，需要莫大的勇气。沈游川最近有什么动作吗？还没有，毕竟得罪了江南氏族，再让他自绝于关陇，需要莫大的勇气。他若一心弑君，朕定赐他无上荣光，指望他别阳奉阴违，让朕失望。否则，陛下，时辰差不多了，该进殿了。朕知道了。臣妹今日约了昔日使臣，先行告退了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，谢主隆恩。开始吧。殿试开始，分发考题。开始吧。殿试开始，分发考题。竟然真的考变法，庄汉，你们丫死定了！时辰到，停笔，收卷。朕登基后，这首场春闱，为表重视，朕决定当场阅卷。窦爱卿，你来诵读。臣遵旨。会试第一名沈游川，殿试阅卷开始。沈游川，你可千万别让朕失望。能否反杀庄汉，就在今日了。臣闻天下之事，不进则退，邦国之运，非变难兴。当行考绩法，以岁入、垦田、治安为3等。每岁前始巡，按优者擢升，劣者罢黜。当行公田令，今日全是老生常谈的论调，这论调毫无新意也就算了，关键是词藻、格调、才情跟六国论和治国策相比起来，相差甚远呀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还能是怎么回事？恃才傲物，遭报应，江郎才尽。许其3年不纳赋税。够了，给朕停下！沈游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朕对你期望如此之高，你就写了这些？陛下息怒。沈游川，朕问你话呢。这沈游川还算听话，我还担心他阳奉阴违呢。庄兄，怎么说？要不要把他拉入关陇氏族？再看看，想要狗听话，就不能一次喂太饱。庄兄高明。陛下，学生有罪。有人在殿试之前警告学生，说学生出身寒门，不配染指状元。若非要争，就让学生有命争，没命享。所以学生这才不敢唱抒胸臆。什么？竟有这事？谁人如此大胆，竟敢威胁贡士？无法无天，简直就是无法无天！
庄兄，这小子疯了吗？这个当众揭露此事，怎么搞的？高瑶，咱们现在怎么办呀？我知道，先咬死没承认，反正他也没有证据。混账！像是满门流放，竟然还有人把心思放在科举上，这简直就是打朕的脸！陛下息怒！说，是谁？陛下，学生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说，只要证据确凿，朕保证严惩不贷。朕倒要看看，谁还敢有异议。陛下圣明，必须严惩。都给朕起来！起来！去，给朕把人指出来。学生遵旨。杨阁楼，肯定是江南世所那帮家伙干的。才华比不过沈游川，就行此等卑劣之事。顾世言，沈游川曾在枫叶楼里得罪过你们叔侄，不会是你侄子顾晨干的吧？一派胡言！小臣就算是再恨沈游川，他也绝对干不出这样的事情。顾世言，沈游川曾在枫叶楼里得罪过你们叔侄，不会是你侄子顾晨干的吧？一派胡言！小臣就算是再恨沈游川，他也绝对干不出这样的事情。果然是你侄子，顾世言，不要再狡辩了。难道这便是顾晨？江南士族真是胆大包天，倒了个项崇文，竟然还不知消停。项从门流放，周震入狱，今天再倒下几个，这江南士族必定死尸惨重。侄子刚刚投靠咱们，就如此卖力，今后一定要好好栽培。沈游川投靠了关陇士族。壮汉，就是寒门之际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什么？钱公子、孙公子，你们呢？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壮汉，钱俊、孙离，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学生冤枉，他血口喷人，还请陛下明鉴。沈游川，老夫念你是个才子，对你爱护有加。你为何当众要加害我儿？说，是不是江南士族这帮人逼你干的？沈游川，陛下面前污蔑共事，可是重罪。你说张翰威逼，可有证据？沈游川，你说我们逼你，你有证据吗？分明就是你自己江郎才尽，写不出文章，还在这里燕燕狂吠，胡乱攀咬。我能不能写出文章？你们三个不清楚吗？他不会把押题代笔的事说出来吧？应该不会吧？说出来他自己也是无敌，他也得完蛋。沈游川，不要岔开话题。你说我儿有罪，拿出证据来。威胁我的证据，我的确没有。黄口小儿拿不出证据，就敢在电视攀咬共识，这分明是欺君罔上。陛下，恳请将此人押入大牢，秋后问。但是我有他们3个人舞弊的证据。他放屁！舞弊？真的假的？胁迫沈游川不让他发挥实力，虽然也是犯罪，但最多算是扰乱科举。但是舞弊，那可是重罪呀！如果沈游川真的能拿出证据来，不仅你庄寒得完蛋，你们整个庄家都得完蛋！一派胡言！我庄家家风森严，我儿陛下，陛下，就是他们3个，他们3个用学生的性命做威胁，逼学生给他们写了3篇策论，还有他们竟然偷到了此次考试的考题，还扬言说不仅要拿下状元，还要把探花、榜眼全都收拢到整个关陇士族。偷盗考题，这真的假的？这性质
可比抄袭严重多了。这要是真的，不知道得牵连多少人，血流成河，滚滚人头落地。陛下，他这是造谣污蔑呀！我们庄家世代忠臣，他在栽赃陷害我们庄家。陛下，我儿虽是顽劣，但绝不可能干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，还请陛下明鉴。沈永川，老夫哪里得罪你了？你要如此加害我们庄家？陛下，陛下若是不信，可以将他们3个人的试卷拿出来，学生可以当场背诵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来人，取试卷。臣闻天下之事不进则退，邦国之运非变难兴。今国祚承平祭酒，积弊极深，如痼疾缠身，若不施以猛药，恐生倾覆之危。好啊，拿过去，让文武百官都看看。夫3代以降，治世无常法，变国不避古，商君变法，废井田，讲耕战，方使秦居崤函之故。不错，他背的正是庄汉的策论。看来沈佑川所说应当属实，否则怎么解释这殿试刚结束就能把庄汉的文章都给背下来？庄大人啊，刚才你还口口声声的说是我们顾家针对沈佑川，可是没想到是您自家后院失了火呀！这不可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逆子，你，我求你了！别背了！求啊！我不。福利制之府，乃国王之先生，今至官吏或钻营苟且，以官职为摇钱树，纳贿成风。这是前军的策略。看来游川说的没错呀，那日他被带去庄府，看来是被逼着写策论。这庄汉也太不是个东西了。今若仍守旧制，畏难不前，则边患永无宁日，女真必踏破中原，宗庙社稷将为灰烬。这3人好大的狗胆呐！臣之变法之路，定遇重重阻力。旧臣定以祖宗之名横加阻挠，豪强则暗中作乱，以财力勾结对抗。陛下，学生所言句句属实，若有虚言，甘受极刑。拿剑来！庄汉、前军、孙离，你们真是好样的！陛下息怒，你们让朕怎么息怒？朕在深宫出的题，礼部都不知道，他们却一清二楚。庄南风，眼线都安插到朕的身边来了。你儿子想当状元，你就给他偷考题；他要是想当皇帝，你是不是还想暗中弑君啊？陛下息怒，臣对此事绝对不知情啊！逆子，说，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偷取考题？爹，我错了，我也是用的头脑爹。住口！你想害死我们整个庄家吧？我让你去结交沈游川，你倒好，竟敢逼他替你代笔！你这个逆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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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，朕出的考题怎么会在你手里？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还不赶快交代，到底从哪来的考题？庄南风，别装了，朕可真不信你一个当爹的毫不知情。陛下，臣对庄家的先祖发誓，臣毫不知情啊！还敢嘴硬？好，朕就给你换个地方，看看你的嘴还能硬多久。来人，将庄南风父子前军孙离送入天牢。着，大理寺不惜一切手段，所有涉案人员从头到尾都给朕挖出来，严惩不贷。从头到尾都给朕挖出来，严惩不贷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无名。那什么，我会交出所有涉案人员。高抬贵手，饶我爹一命啊！陛下，臣敢保证，庄大人绝不知此事。向崇文之前
也表示毫不知情。严阁老怎么没替他求个情？严阁老，你可真是关陇士族的好领袖啊！朕本打算殿试之后，就将你这个次辅扶正，可你不争气呀！石头川，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你得罪江南士族，我好心结交于你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你为何坑害于我？结交？我得罪江南士族只是为了自保，可在你们眼里，我变成了巴结你们关陇士族的狗。你们对我颐指气使，逼我舞弊，甚至还扬言要弄死我，这算哪门子结交？那你得罪江南士族，你又得罪我们关陇士族，怎么你不怕两派的报复啊？报复？若非陛下圣明，我早就死在牢里了。我这条命是陛下给的。君闻深似海，臣节重如山，能替陛下法办尔等窃贼，我沈游川何惧之有？说得好，好一个君恩深似海，臣节重如山。我大前文武若都有这般忠君之心，岂能生出庄汉这种败类？以为沈游川会投靠关陇士族，没想到就给了关陇士族一刀。哎呀，他现在两派都得罪了，这日后在朝堂之中，恐怕也要跟咱们一样，寸步难行啊！咱们可搞不出这么大动静。别日后了，今天关陇士族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别忘了，代笔也是舞弊。陛下，学生舞弊，甘愿认罪。可是游川代笔也是事实，舞弊他有份，下狱也得有他。是游川，敢害我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没错，陛下，庄汉罪无可赦，但沈游川代笔也是同犯，必须严惩。果然，关陇士族报复他来了。陛下，沈游川乃是受人胁迫，且检举有功，臣以为可将功抵过。朝廷也有朝廷的法度，庄汉舞弊，他应该上告官府，按例从事，而不是以殿试之计肆意妄言。老头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他爹可是代理的刑部尚书，负责天下的刑案。我报官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不管什么理由，舞弊就是舞弊，请陛下将沈游川一同下狱。陛下，游川这……朝堂议事，岂有你们说话的份？陛下，臣附议，请陛下将沈游川一同下狱。请陛下将沈游川一同下狱。这江南士族也跟着看笑话。我看这两派是打算默契联手，准备先除掉沈游川这个两不考的刺头，就像之前污蔑咱们舞弊一样。请陛下将沈游川一同下狱。你们好啊！江南、关陇水火不容的两派，竟然也有意见统一的时候，就这么想把忠于朕的人摁死，你们好永远把持朝堂是吧？陛下息怒，臣只是依法起奏。陛下，天下士子们看着，若是不法办舞弊者，朝廷的威严何在？科举的信誉何在？请陛下法办沈游川。请陛下法办沈游川。该死！难道遇到一个忠于朕的旷世奇才，还没入仕，难道就要这么毁了吗？沈游川，你害我入狱，毁我前途，你也别想好过，一起下地狱！拉我下地狱做梦。学生虽然没有报官，但并非肆意妄为，而是奉令行事。放屁！既未报官，你奉谁的命啊？长公主，学生曾把此事告诉过长公主，长公主为了拿到证据，让我蛰伏不动，等交卷之后再揭露此事。长公主，你是什么身份啊？你会结识长公主？长公主，闭嘴！是真是假，召长公主前来一问便知。岂容你在这儿放肆？传召长公主。这沈游川还算机智，竟然能想到借月而脱身。李公公且慢，陛下，臣以为既然殿下
给沈游川下令，让沈游川拿出手艺便可，无需烦劳殿下亲至。放肆！烟花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陛下，沈游川才华横溢，严阁老是怕长公主爱才心切，有意包庇。你，顾学士所言正是老臣的意思。沈游川既是受命，那就请拿出殿下手谕，证明一下。好啊，好，陛下，请沈游川拿出凭证，否则这天下士子难免会怀疑是陛下和长公主包庇舞弊，有损皇家威严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该死！江南关陇两派联手施压，分明是铁了心要除掉沈游川。手谕是吧？手谕，我的确没有。手谕，我的确没有。看见了吧？他就是在扯谎，他又舞弊，又攀附长公主。但是我有长公主赐给我的腰牌，许我便衣行事，视为证物，是吧？这真是长公主的辅政腰牌？该死！真没想到，月儿竟然把腰牌给了沈游川。看这些家伙还有什么话说？陛下，公主说此次考题被盗，乃是陛下身边之人所为，不可打草惊蛇，一定要拿到铁证之后再向陛下禀报。好啊，好啊，月儿有心了，亏他机智，若提前向朕禀报，恐怕某些窃贼就能逃过一劫了。这辅政腰牌是父皇临终之际赐给长公主的，朕记得严阁老和顾学士当时都在吧？来，好好看看这令牌，是假的吗？确实不假。顾学士，你来给朕说说这腰牌的权限。腰牌所致，如长公主亲临，只要不是通敌卖国，所有的事情都有便衣行事之权。沈游川是谋反吗？沈游川是谋反吗？不是。那他躬身入局，拿到庄汉舞弊铁证，是便衣行事吗？算。既如此，谁还有异议？臣无异议。庄汉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怎么会？你真攀附上了长公主？难怪有恃无恐。亏我们还以为除了投效关陇士族，就无路可走呢。庄兄啊，真的大意了，大意了！拖出去！陛下，老臣甘愿受罚，请调虎我儿子吧！陛下开恩啊！陛下！沈游川不畏强权，孤身入局，拿到庄汉3人舞弊铁证，忠君之心，天地可见，朕心甚慰。看来我献祭了关陇士族核心人物之一的庄南风当做投名状，皇帝很满意。陛下，学生的命都是陛下给的，学生愿为陛下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孤臣可弃，但绝不折节。好一个孤臣可弃，但绝不折节。满朝文武派系林立，尽是些蝇营狗苟之辈。朕要的就是你这样的孤臣。你的投名状朕很满意，你放心，朕绝不会亏待于你。但愿咱们日后君臣不负。报君黄金台上邑，提携玉龙，为君死。报君黄金台上邑，提携玉龙，为君死。好事，好事项，震耳溃聋啊！真不愧是沈游川呐！来，陛下，沈游川替庄汉3人所写的策论，言辞犀利，文采斐然，比例一如既往的雄健，甚合朕心。朕
这就钦点你为朕的首届恩科状元。陛下，沈游川替庄汉三人所写的策论，言辞犀利，文采斐然，笔力一如既往的雄健，甚合朕心。朕这就钦点你为朕的首届恩科状元。陛下万万不可！那3篇策论并非学生当场所作，若就此封为状元，恐怕难以服众。学生恳请陛下，请陛下重新出题，如此才算是公平公正。爱卿言之有理呀！传旨4篇见，令择吉日再行殿试。这一次，朕要亲自出题，不再给任何人窃题的机会。陛下圣明！陛下圣明！沈游川，你准备好了吗？ I'm OK。